14年前，阿華衝高端 ，Ascend P1 發布 ，Ascend 系列開張大吉。我同 DGY 3個兄弟雄心壯志，點知4年唔夠 ，DGY 都俾其他系列取代 ，Ascend 解散，得返我哋 P1 支獨苗。我呢條命叫做一將功成萬骨枯，不過我唔同意。我認為我哋出嚟行嘅係生係死，由自己決定。P9 保佑。當年我哋有萊卡幫拖，喺手機攝影大展拳腳。而家我哋靠自己，一樣可以出人頭地。你哋跟我日子最短，配置最新淨，條路點行就由你哋自己決定。科技有溫度，吐槽有風度，測評很鬼畜。這裡是主觀獨立不用方的黑絲科技，我是絲姐小林。這是前些天從抽屜縫裡摳出來的華為 P9，當年用得珍惜，炮不離機，現在還是9成新稀罕物。而這是上個月新鮮發布的 Pura 90 Pro Max， 玻璃後蓋配色極度張揚。那麼從 P9 到 Pura 90系列這10年間，華為的手機影像旗艦到底延續了什麼，又改變了什麼？我們通過外觀、性能、影像、品牌這4個方面好好討論一下。2016年的 P9 設計完全是高端商務風，和同年的 Mate 9一樣，全金屬一體化機身掏出來很有成功人士的 feel。5.2英寸女士單手握持也剛剛好，更何況現在拿慣了堆料狠狠的旗艦，再拿起 P9 才知道當年的機子能有多輕便。背部的徠卡雙攝和現在的大圓柄、大三角相比，低調的不像影像旗艦。但在那個時候 ，P9 作為華為首款和徠卡深度合作，並且用上黑白鏡頭的影像旗艦，一下就讓華為手機成了高端市場的黑馬。再看今年的 Pura 90 Pro Max， 畫風對比 P9 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。從系列改名為 Pura 開始，設計語言已經自成體系，單角形相機 Deco 辨識度非常高。這年頭在直板機身做文章，色彩和質感成了差異化的核心，就像 iPhone 那樣確立了辨識度高的家族式設計之後，高端旗艦系列的設計總是在細微處迭代，而不是大規模顛覆。不過像橘子海這樣張揚大膽的色彩碰撞，還是蠻有話題度的。手感嘛，這些年下來，我們已經習慣了負重前行。Pura 90 Pro Max 比 P9 厚了1.5毫米，但重了足86.5克，真是堆料了。至於正面屏幕 ，Pura 90的顯示面積對比 P9 增加了大約55%，幀率、分辨率、亮度就不多說了。Pura 90 Pro Max 甚至用上了抗反光昆侖玻璃，在戶外毫無疑問清晰得多。手機的額頭和大下巴消失蠻久了，甚至現在還有一個前置打孔的，其實都不算完全的真全面屏。不過 P9 和 Pura 90 Pro Max 外觀上有一點倒是相同，那就是直屏。都說流行是個圈，手機屏幕從直屏出發，經歷了大曲率瀑布屏的經驗和微曲屏的折中後，這2年又在實用主義的驅動下，迎來了直屏的全面回歸。至於耳機接口啊、TF 卡槽之類的，早就因為手機功能硬件越塞越多，還要在機身輕薄度上做取捨而退出歷史舞台。所以你看，從 P9 到 Pura 90，變得不只是手機的樣子，還有大家的審美趨勢，以及在美觀和實用性之間的天平怎樣傾斜。更關鍵的是，我們能看到華為自己在高端路上的打法變了。P9 那會兒感覺還有點試探市場，會想着高端市場喜歡啥來做機。現在的 Pura 已經非常自信，早就跳出了跟隨階段，進入更主動去建立和輸出自己獨特設計語言的層次。華為 P9 和 Pura 90 Pro Max 的影像差距到底有多大？我們可以直接通過樣張對比來說話。這台上古神機算得上是手機影像的德味啟蒙了。雖然當時那德味比較像預製菜，你可以看到明顯的暗角、偏高的對比度和飽和度，但成片和實物的色彩往往會有出入。畢竟我們得到的就是華為預製好的德味。P9 的後置雙攝思路和現在不太一樣，黑白鏡頭不是負責某個焦段，而是主打輔助。當年手機攝像頭像素有限，所以由黑白鏡頭負責捕捉細節，能讓 P9 在手機還不是夜視儀的年代，也可以在光線不足的情況下摳出一點紋理。至於色彩，就先交給預設濾鏡解決吧。而來到 Pura 90 Pro Max 後置攝像頭數量已經直接翻倍，和 P9 思路相似的地方是依然有鏡頭負責打輔助，只不過現在變成了紅蜂原色鏡頭，因為現在的鏡頭像素少的4000萬，多的上2億。
解析力構不成壓力，手機大廠早就把余力用在色彩還原上，也就是去抑制化，讓你所见即所得。计算摄影和光學直出总像是站在擂台两边，前者可以无中生有，刚開始新鮮，但算法未過重會犧牲成片的真實性和立體感，大家也有些膩了。後者追求物理真實，不過手機目前有自己的物理極限，底大一級壓死人的道理大家都懂。可惜再堆料就要成板磚了，而且真實就等於好看嗎？這很難評。攝影這事說到底就是藝術加工後的主觀表達，傳感器給我們忠實記錄的未必就是我們想要的。當然，到了今天，我們已經知道計算攝影和光學直出可以不用你死我活，我們還有第三條路，那就是計算光學。比如 Pura 90 Pro Max 上的紅蜂原色鏡頭和 X Max 算法，就是直接用算法去彌補光學設計的物理短板。不過這年頭 X Max 已經不再是默默躲在後台修圖的愛人了，他甚至直接在拍攝這環節就插一腳。有時候看到美景想出片，但怎麼拍都覺得不得勁。現在幫你把構圖、知識都安排到位了，誰懂啊？愛人拍照終於不用舉着2根尷尬的小樹杈了。不過嘛，我覺得這功能在折疊屏上用會更爽，因為可以看着外屏自己調整姿勢。回看這2台機器，其實我們能清晰地看到一條手機影像進化的脈絡，從 P9 的那個給你什麼就用什麼的記錄工具時代，進化到了 Pura 90 Pro Max 這種全方位幫助你更好的產出的創作載體時代。影像技術的終局從來都不是為了炫技，而是為了讓人更好的表達自我。當算法和光學握手言和，當手機能讀懂你的創作意圖，它就已經超越了工具的範疇，變成了我們主觀表達的自然延伸。P 姐，我不得勁，10幾年過去了，遊戲還是不帶我們玩。管他呢 ，P 系列本來就負責貌美如花，拍照拍得好不就完事兒了？再說，能用自研芯片比什麼都強。那倒也是，6年前的噩夢，現在想想都後背發涼，說什麼也不能再被掐脖子了。回看華為 P9 搭載的也是自家芯片麒麟955，這裡頭集成了自研 ISP， 能融合優化後背這彩色加黑白雙攝的成像，影像上絕對是技術突破，這種看得見的進化最吸引人了。所以銷量上 ，P9 系列的全球出貨量直接超過了1000萬台。不過麒麟955已經是10年前的產物，用的還是16納米工藝，所以今天在用应用冷啟動速度、切換後台之類的，能感受到明顯的時代差距。用它來打最新版本的王者也是遭老罪了。設置能開60帧，但實際局內只有40帧出頭，偶爾會有肉眼可見的小卡頓，韓戰直接掉到30多帧。雖然到了今天，愛打機的朋友首選仍然不會是華為，但至少 Pura 90 Pro Max 王者全程跑滿120帧是沒壓力了，團戰也挺穩定，大尺寸機身散熱有保障，原神不插針也能全程跑滿60帧呢，1%漏帧也不差，機身熱量在接受範圍內，閒時打會兒遊戲其實沒問題。電池容量對比10年前是直接翻倍了 ，P9 是古董機，續航待機也尿崩，我們就不虐待老機了。Pura 90 Pro Max 的實測耗電倒是可以參考一下，這年頭旗艦機電池容量6000毫安時其實算保守了，但因為華為是軟硬協同，所以續航方面倒是堅挺。系統方面 ，Pura 90系列和當初的 P9 對比，確實是 next level 了。畢竟當時還用的基於安卓的 EMUI 8.0，而 Pura 90系列已經是自研的 Harmony OS 6.1，除了下拉菜單之類的 UI 大變樣，語音助手當然也更智能了。從簡單的語音指令更改設置，到現在小易甚至能直接 P 圖了。倒是祖傳的子關節操作是一脈相承。還有一個挺大的區別就是生態，現在的鴻蒙有超級終端這個核心，手機、平板、電腦之間的流轉真的是無縫低延遲了。2012年的智能手機江湖是蘋果 iPhone 4S 穩坐高端王座，三星和火腿腸在安卓陣營裡橫衝直撞的時代。那時的華為雖說頂着響當當的中華酷聯名頭，但說白了就是被充話費送手機的刻板印象焊死在中低端，出貨量大但利潤薄，再不轉型真的生死難料。當時那個仇啊，要麼乾脆利落把手機終端業務砍掉，要麼就奮力一搏轉型，做出高端機來撕掉中低端標籤。華為選擇了後者，於是 Ascend P1 就閃亮登場了。誰能想到14年後，華為試圖用來在安卓混戰中突圍的 P 系列，已經成為影像旗艦賽道的核心玩家呢？華為 P 系列的
品牌進化之路其實很清晰。P 系列的鼻祖 Ascend P1 雖然配置均衡，但其實是一台沒什麼亮點的手機。這時候還只是華為高端探索的第一步，解決的是從無到有的問題。而真神 P9 的出現才是里程碑式的重要拐點。首先，它是華為和徠卡深度合作的開端，直接確立了華為的影像基因，甚至整個行業的影像的風向。從掃碼到雙攝，大幅提升畫面解析力和暗光表現。這深度聯合研發真不是 logo 認證那麼簡單。友商們看這勢頭，也紛紛開始了影像軍備競賽。手機品牌和光學巨頭的聯名調教，到現在還是行業影像旗艦的主流方向。移動影像的相機味也越來越濃了。其次 ，P9 可以說是華為品牌破圈的見證，理工男變藝術生了。這一點看當年 P9 的發布會就知道，請了好萊塢明星站台，又請了眾多名模走秀，直接從講參數、秀肌肉的相聲大會變成國際 T 台了，高端時尚屬性一下子拉滿。當然，最重要的是，華為 P9 是當時整個國產手機衝擊高端市場的一個里程碑，實現了銷量和口碑的雙重豐收。P9 系列全球出貨量突破1000萬台，國產手機也是第一次在3000元以上價位賣得這麼好，一下子就給了華為跟蘋果、三星正面抗衡的入場券。所以說，我們國產品牌只要敢死磕核心技術，完全是有能力在高端市場和國際巨头掰手腕了。现在全球智能手機市場份額還是蘋果、三星盤踞在前2，但接下來全是我們的小米、OV 咬得緊緊的。未來的事誰知道呢？華為衝高端的路，說到底就是專注自研，盡量把核心零件拿捏在自己手裡，避免被供應商牽着鼻子走。畢竟上個世紀90年代成立沒幾年的華為就意識到，自主研發是避免被市場淘汰的一大出路。當初華為 Ascend 有 D、P、G、Y 4大系列，對應旗艦、中端、入門的系列，已經分別被現在的 Mate、Nova 暢想取代，只有唯一幸存者 P 系列成為了華為手機高端戰略的活化石。P 系列精準卡中了時尚加影像這條長期主義賽道，跟華為衝擊高端的核心訴求完美契合，可以說是華為手機從參數堆砌到品牌塑造最完整的見證。而高端、輕薄、時尚、拍照這幾大核心基調，在華為 Pura 90系列上也是進化到了更高維度，尤其是 X Match 自拍，把複雜的前期拍攝技術和後期處理門檻都折疊進了算法裡，真的讓手機進化成了全鏈路的創作載體，未入門的小白也能輕鬆出片了。好了，本期的華為 P9 和 Pura 90 Pro Max 對比就到這裡，歡迎大家在評論和彈幕留言討論。卑微師姐在線求點讚、求關注、求轉發，謝謝各位紳士能看到最後，我們下期再見。